男人穿书成了 ABO 里的可怜受气包，得知自己的丈夫和万人迷主角受是真心相爱，还为了他对自己虐心虐肺后，男人转身投入丈夫上司主角公的怀抱，要玩就玩一把大的。众生皆道欲望，他偏要演绎信仰。此时，江江知晓丈夫为了给万人迷兽庆祝生日而放弃回家安抚发情期的他后，她将自己打扮好，拎着刚煮好的鱼汤出门，直奔丈夫的公司。只不过她的目标换成了老公的顶头上司顾氏集团的总裁顾英。十几分钟后，江江到达了顾氏集团的楼下，进去后就被前台拦住询问：“您好，先生，请问您找谁？是否有预约？”江江轻笑一下：“没有预约，我是来给我的丈夫送东西的。请问我能从这里等一下他吗？”前台小姑娘被他的笑迷怔了一下，才忙不迭道：“当然可以，您在这边沙发坐就好。”江江给傅检发了条消息，问能不能下来一趟，自己在他公司楼下。刚发完，外边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他回忆起原剧情，今晚是原主发情期的第一天，虽然打了抑制剂，但还是很不舒服。给傅检打电话却没人接，于是又打了一管抑制剂，最后因为抑制剂过量晕倒，后又下着大雨着凉，最后高烧不醒，连 Omega 最重要的腺体都受到了损伤。而在她痛苦等待丈夫接电话时，丈夫却和主角兽正在接吻，第一次认清了自己被得的感情。专用电梯打开，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从里面走出，一眼就看见坐在沙发上的江江，他很白，在光下几乎反光，整个人的气质是温柔缱绻，还带着一丝清冷。江江似乎是感受到男人的注视，茫然的看过来，下一秒温柔的笑了下，算是打了招呼。顾英顿了一下，点头当做回应。刚走到门口的位置，便听见这人似乎是接到了个电话：“不在公司吗？好，那我先回家等你，或者去你们聚餐的地方找你。我熬了鲫鱼汤，刚好给你送过去。那一会儿见。”顾英站在门口等待司机开车过来，下意识地晃过一个念头：青年似乎只拿着保温桶，没有拿伞。念头刚闪过，江江就出门站到他身边，低头在手机上忙活。过了一阵，他轻轻叹了口气，又给谁打了个电话，有些为难道：“琳琳，你现在方便吗？没事，你忙吧，记得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等司机到了。”顾英看了一眼江江，问道：“你去哪？”江江愣了一下，说出个会所的名字，刚好是要去的地方，点点头道：“顺路上车吧。”开车门时，江江拿着伞和保温桶不太方便，顾英一声不吭地帮他开了车门，只不过手指上都蹭上了雨水。等上车后，江江把手中的汤放下，看向坐在车后座闭目养神的男人，他拿出手帕：“您要不要先擦一擦？”顾英扫了一眼，倒也没拒绝。十几分钟后到了目的地，江江先一步下车，撑着车门道：“手帕您拿着吧，今天下雨，可能会有用得到的地方，今天多谢您帮忙。”顾英垂眸道：“不用，是不用留下手帕，还是不用谢，倒是不知道了。目前看来是后一个意思。”听到脑海中555惊喜道：“江江美人攻略对象的好感值上升到10了。”江江唇角的笑意更深了，他站在会所前，看向在大雨中灯火辉煌的地方，想起原著中原主在家深陷濒死的痛感，而本该从旁照顾的丈夫却以庆生为由，在这里陪另一个已经订婚的 Omega 喝酒，真是讽刺。停在会所前的车缓缓升上车窗玻璃，男人看了眼走进会所的青年道：“走吧。”随后又掀开眼皮扫了一眼会所。白离在哪？坐在副驾的助理立刻道：“白先生今晚在老宅陪老夫人，需要我给白先生打电话吗？”顾英捏了捏眉心，靠在车座上闭目养神。不用，他的易感期似乎在下周，但头从刚才开始就有些昏沉，腺体也有些灼烧感。下个行程地点在哪？助理翻了翻行程表，顿了一下才说：“10分钟后在海悦府。”顾总，如果我们现在过去的话，时间来不及。现在还下了大雨，要不要把地点换成蓝府？蓝府是方才那个青年进去的地点。过了一会儿，才听到顾总开口道：“可以。”江江本来也没打算真给工具人老公送温暖，主要还是为了在顾英那里刷脸。刷脸任务完成后，他打算进来逛一圈，做做样子就走人，顺便看看能不能再刷一波好感。不知道是不是他运气太好，还是白离身上的主角光环太耀眼，江江居然在2楼散台看见了两人。白离正拄着红脸，含着泪光看旁边的人，坐在他旁边的正是工具人老公，此时正贴心的给白离递纸巾，两人之间的氛围和谐中带着暗戳戳的暧昧。这次是照着部门聚餐的名头出来的，但组内似乎都对两人间的小暧昧乐见其成，甚至有2个小女生冲着两人说着悄悄话，估计两人的关系都是公开的秘密了，就是不知道傅检组内的同事知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呢？江江径直朝几人的位置走，他本身就吸睛，一路走来不少人悄悄看他。在离还有傅检那桌几步路时，白离在看到江江的一瞬间先是猛了一下，接着脸色霎时变得苍白。江江心中嘲讽，面上笑容更加温和，朝着傅检喊了声老公，出口的瞬间场面诡异的寂静起来。几个刚刚偷偷磕 CP 的小姑娘瞳孔地震，都是职场老油条，谁能不知道这是碰见了什么事儿？这是做的真不地道。最后还是傅检拉开椅子让江江坐下，这是我的爱人江江。江江打了个招呼，聊了几句，组内的同事顿时对他极有好感，跟他聊天时让人觉得很受尊重。但江江似乎察觉傅检的欲言又止，先一步借口去了洗手间。果不其然，傅检也跟在后边进来。你怎么来了？傅检一向温和，这次少见的有几分质问。说完又发觉自己语气太生硬，他又找补了几句：外边在下大雨，你在家里等我就好，出来万一感冒难受的还是你。江江眼下嘲讽，原主是乖乖等他了，最后等来了吗？我来送鱼汤，你刚喝了酒，胃不舒服吧？然后转身靠在洗手台，手臂环住男人的脖颈，他垂眸眼睫颤抖，轻声道：我想你了。傅检本来有些不悦的神色霎时缓和下来，雨天风大容易感冒，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想让你别折腾了。他本来想说俩人一起早点回家，但又想到前几日白离就一直期待跟他过生日，今天两人约会还要带上同事，就已经很不开心，他有些纠结。面对江江少有的粘人情，他也割舍不下。你等我一会儿，我跟他们说一声。
话没说完就被指尖按住了嘴，不用迁就职场要维护人际关系，你们该咋玩就咋玩，我回家等你。她当然不能让工具人老公回家，谁愿意照顾醉鬼？而且老公在家还怎么偷人？傅简被感动到了，低头想吻江江却被拦住，接着江江扑进他怀里，耳尖发红，回家再亲好不好？傅简轻笑着揉了一把他的头顶，我去拿手机帮你叫个车，一会儿你就先回去休息。人刚走，白离就遮遮掩掩的从墙后走出来，你就是简哥哥的爱人。江江看到他才想到，为什么白离见到他反应那么大？原剧中原主出过车祸，身体受损，只能被迫终止舞蹈生涯，但他热爱舞蹈，经常自己编舞练舞，那些视频都存在电脑里。白离跟傅简暧昧后，看过他的电脑，觉得那些视频很好看，一开始只是照着他编的舞学了学，放在视频软件上，没想到一大批人都说他有创意。后来他发了一些编舞后，发现有些困难的动作没基础很难做到，于是便找了一个江江没露脸的视频发了出来，顿时粉丝涨得更快了，于是又开始故技重施，这也是他进入另一个领域的踏脚石。江江又洗了刚刚碰过工具人老公的手，细致的擦干净指尖，把卫生纸扔进垃圾桶，擦肩而过时低声道：“白离偷的还开心吗？”听到身后慌乱的声音，江江关门时笑更明显了。哎呀，白离一定会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说的偷到底是偷男人还是偷视频呢？悠闲回桌拿上自己的汤，跟傅简的几个同事道了歉就先离开。临走时面上露出恰到好处的苍白，笑容也有几分勉强，就是让他们猜。那几个人果不其然都一副心疼的样子，赶紧让他回去歇着，还说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就告诉他们。江江收起刚刚的情绪，竟然在门口位置又看到熟悉的车，顾英果然在这，没想到还真赌赢了。他出来仍是没拿伞，高挑清瘦的身形在暴雨中衬得有些可怜。他在原地等了一会儿，果不其然几分钟后，一群西装革履的人围着一个身形高大的男性 Alpha 走出来，男人西装外穿着黑色大衣，走过来时气场强大，下意识地分出一条路来，只有江江一个人还背对着他站在门旁。一个适应身为难道不好意思？江江下意识地抬头，冷不丁地跟走到身边的男人对视要回去。江江猛了一下，抿唇笑了，是的，好巧啊！如此大的雨风刮得冷冽，他只穿了单薄的衬衣，发丝有些凌乱，像是哭过，眼尾红红的笑时看起来更可怜了。顾应到上车吧。江江愣了一下，会不会不太方便？要不然我还是再等一等车吧。本来还有些怀疑，这人是不是谁派来有其他特殊心思的？人拒绝后倒是否定了这个猜测。顾英提步朝外走跟上，等到了车上，江江说了住址，顾英转过头盯了他一眼，最后没说什么，直接让司机开车。江江当然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说的住址正是顾英现在住的地方，只不过顾英是直接买的，他是租的。车起步很稳，江江拿出保温桶，又从包里拿出一次性餐具，您要不要尝一尝我熬的鲫鱼汤？顾英正要拒绝，看见他有些红的眼尾以及带着鼻音的声音，大概能猜到发生了什么，无非是贝塔求爱或者献殷勤被拒绝了。他没有吃夜宵的习惯，但刚才的谈判顺利，倒是心情不错。江江把汤倒在小纸碗里，看着闭目养神的顾英，拿着一个小碗倒了一碗递给副驾的助理，要尝尝吗？助理没想到还有自己的份，看顾总没说什么就忙不迭地收下了。江江笑着看向顾英，带着点鼻音温柔道：“尝一尝吧，先生，这是给您的谢礼。”顾英看向江江，然后垂眸嗯了一声，从他手中接过小纸碗尝了一口，暖暖的汤入味，确实舒服了很多，连一直不舒服的腺体也不再胀痛。顾英开口道：“很好喝。”江江弯了弯眸子，在心中高兴刷到20的好感值。车开得很快很稳，到了小区后，司机熟门熟路的开到地下车库。江江下车后发现后脚男人也下来，有些诧异：“您也住这儿？”顾英点头，助理把他需要的几份合同送到他手里，跟顾英道别后还专门冲着江江挥了挥手：“江先生再见。”江江目送车离开，转身跟顾英一起走进电梯。他按了25楼后看了看顾英您住多少楼，知道顾英住26楼后，江江眼睁大了一瞬，也没想到这妖巧，笑了笑：“好巧啊。”话音刚落，就听见哐当一声，接着电梯一阵颠簸停了下来。江江扶着电梯壁勉强稳住身形，看向已经全部失灵灭掉的按键，有些慌乱的看向顾英，电梯好像是坏了。他打开手机看了一眼，发现没有信号，环视一周电梯好像有紧急呼救的按钮。顾英还是沉稳的模样，电梯停下也只不过皱了一下眉，他按下按钮，按钮从红色变成了绿色。过了不到30秒，就有人声从上方的监控传来：“实在是抱歉，我们物业这边已经打电话给消防了，大概30分钟就可以打开电梯。”得到确切的时间，江江长舒一口气，没事就好。话音刚落，他发觉顾英似乎一直没出声，看过去后发现人薄唇紧抿，额角渗出冷汗，脸色苍白到可怕，但脖梗处却红得厉害。江江被吓住了：“你是不是哪不舒服？”顾英倏地回神，深呼吸调节了下状态，捏了捏眉心，声音滞涩道：“没事。”他有些幽闭恐惧，但不严重，今天可能是腺体不舒服，加上突然长时间待在密闭空间，反应有点大。江江看他似乎是越来越严重，连身形都晃了一下，呼吸急促，眉头紧皱：“要不然您先坐着休息会儿，还有20分钟我们就能被救出去了。”顾英本想拒绝，但不知道为何这人靠近后颈疼得更厉害，他背靠着电梯壁一点点滑到地上，捏着太阳穴缓解越来越干涩的喉咙，想要夺取 Omega 信息素的冲动，一感期提前昏沉、意识干渴的喉咙，让他无比的渴望来自 Omega 的信息素和安抚。这股犹如野兽般的本能，让他经常对自己 Alpha 的性别感到厌恶。半合着眼，能看到江江小心翼翼地触上自己的额头，他一向厌恶别人触摸自己，皱着眉伸手去挡，但大概是一感期动作都变慢许多，那个贝特的手心已经触摸到他的额头，他怔了一下，感觉后颈腺体灼烧感更强烈，甚至开始对那股茉莉香产生渴望。他倏地一下甩开那人的手，语气冰冷：“离我远点。”话音刚落，江江有些手足无措地抿了下唇：“抱歉，我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发烧了。”顾英甚至能看见他被打红的手背，但自己就算是这样无理，这人竟还是温柔好脾气的模样。他心中莫名跳出一个念头，挺好欺负的，下一瞬就对这个念头皱了下眉。没发烧是一感期。闻言，江江猛了下后，倏地耳尖都红了，恍惚间闻见一股陌生但并不抵触的檀香味，有些霸道地占据了狭小的空间。原来是一感期，怪不得这么抗拒他的动作。他垂眸朝后退了几步，静静地等待人员营救。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男人的状况愈发糟糕了，他
他的脸变得苍白，额头青筋凸起，有嫣红的血从拳头里流出来，喊了句先生。闻言，顾英皱着眉勉强回神，掀开眼帘看向他。江江半跪在他身前，脸上全是担忧。先生，易感期如果不及时安抚会损伤腺体，我可以帮您。腺体损伤会让 Alpha 和 Omega 发疯，安抚的办法也只有2种，打抑制剂或者用 Omega 信息素进行安抚。顾英声音暗哑，你有抑制剂？他看见江江有些为难，犹豫了一下，一只手伸到后颈微微一动，一股浓郁的玫瑰香气氤氲在整个空间，和檀香纠缠到一起，是 Omega 信息素的味道。顾英顿了一下才道你是 Omega。见状，江江抿唇笑了笑，也没像方才那样拘束，嗯了一声，又朝前动了动身形，伸手撩了下发丝，把遮盖后颈的发丝勾到一侧，露出玉白的后颈。顾英余光下意识看到江江的后颈，白皙柔软的地方有一块突出泛着绯色的软肉。顾英皱眉收回视线，刚好听到江江笑道是不像吗？顾英想确实不太像 Omega 一向被娇生惯养，众星捧月惯了，总是骄纵任性，而他性情温柔，脾气很好，还很会照顾人，重点是外貌也不像可爱 Omega 群体，他身材高挑，甚至能比得上贝塔的身高。两股陌生的信息素交缠，有效地安抚了易感期内的不适，但奇异的化学反应让刚缓解下来的顾英倏地皱眉，有点不太对。他抬头看向江江，果然看见这人脸色微红，低着头没有吭声，大耳尖红了。你怎么样？江江突然被叫到，有些猛地扬脸，眼眶红了一圈，微张口啊，然后眼睫眨了眨，我有点热。顾英脸色有些怪异，你发情期到了。这下电梯里的气氛诡异又极端暧昧起来，一个易感期的 Alpha 和发情期的 Omega 凑到一起还能干什么？只会亲昵安抚标记。江江站起身，急忙按了按紧急救助按钮，那边停了一会儿才道，您好业主，我们很抱歉。江江脑子晕乎乎，隐约明白遇到紧急事件救援要延迟了。他转身靠在电梯壁上，想深吸一口气冷静，但感受到的全是混杂着檀香和玫瑰香的信息素味，这味道对于他来讲几乎相当于助燃剂。他腿有些软，头重脑轻，的轻呼一声，直直的崴了一下，但意想之中并没有摔下去，而是被男人紧紧的揽住。还好吗？闻言，江江轻蹙眉头，撩起桃花眼，先生，我现在状况不太好，很可能会影响到你，你离我远点吧。还在记着方才男人的话，如今江江的状况反倒是更严重，腺体周围红肿，烧的眼皮都有点红。男人把大衣铺到地上，让他半靠在角落中。江江有些为难的一直朝后退，分明烧的脖梗都红了一片，还强撑着笑容，好声好气的跟他说，抱歉又麻烦您了。顾英还没来得及做什么，江江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个 Omega 专用的抑制贴，撕开低下头做事要贴。抑制贴可以遮一下信息素，您的易感期刚缓解，如果再被我挑起来就不好了，但这样会让他的发情期状况更严重。顾英面无表情的看着他，做出明知是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江江看向夺走自己抑制贴的人，只见顾英从文件夹里拿出根钢笔，划破了虎口，点点含着信息素的血液渗出来，抬起手举到他身前，淡淡道，不用道谢，算是鱼汤的谢礼。江江愣了一下，抿唇犹豫着靠近，微微轻身含住男人的虎口，腥甜的血液在口腔迸溅，大概是后颈灼烧感缓解了很多。江江的桃花眼眯起来，像只小猫咪一样发出不自觉的哼声。在江江靠近含住他虎口的那一瞬，顾英全身都僵住，他其实只是想让血液中的信息素挥发得快一些，没想到这人直接含上了他的虎口，伤口被吮吸的感觉很奇妙，他勉强压抑住自己异样的感觉，抿唇淡淡的盯着这人。江江眼睫微眨，大概是因为很舒服，眼尾带着点绯红，睫毛湿漉漉的撩起来时水眸潋滟，他发丝滑到脸侧有些痒，用手指勾到耳后，抬头腼腆的朝自己笑了笑，麻烦您了。他嘴唇染上血迹变得嫣红，让人想亲上去尝尝。顾英垂眸看向手心，突然开口，顾英，我的名字。江江哦了一声，顾先生谢谢您。不知道为何，分明顾先生这3个字他听过无数遍，但此刻却觉得有些陌生的怪异。刷满好感度后，两人的关系有了实际性的进展。江江拿过保温桶，亦步亦趋跟在后边。顾英走上电梯，按了25和26，余光看到静静站在身侧的江江，白皙的后颈让人有一股占有和毁灭欲，后颈上腺体有点肿，看起来柔软好欺负。电梯到了25，江江却没有走出去。顾英垂眸看了他一眼，江江仰头冲他笑了笑，顾先生谢谢您，能加一个联系方式吗？得到同意后便把手机拿出，您扫我吧。顾英本来想拒绝，但江江有些忐忑，让他鬼使神差拿出手机，加上后江江挥了挥手，顾先生再见。顾英点头，下意识看向手中的联系方式，江江头像是一只橘色胖胖的猫，他皱了一下眉，那只猫看起来很不健康，像一辆车。那边的人发了一张图片过来，是一只橘猫挥手写着你好2字。顾英看了2眼，电梯到26楼，他下电梯开门进屋。这房子是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近才搬过来的，刚搬不到1周，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过夜，这还是第一次回来。一进门房间很暗，带着古冷，捏了捏眉心，打开灯，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凌乱的几双鞋，应该是白离的。白离最近在顾氏实习，获了顾氏老夫人的同意便搬来这边，但两人毕竟还没结婚，是分开住的。顾英淡淡的走向主卧，打开门闻到一股灰尘的味道，皱眉看向床和桌子，隐约看到不太整洁，但时间很晚便没叫保洁来整理，拿出备用的毯子，去客厅沙发上打算先凑合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易感期碰上意外的缘故，昏沉感越发严重，得先休息。不知过了多久门铃响了，他皱眉坐起身，穿上拖鞋去开门，打开门后发现竟是江江。江江示意他看手中的东西，是一块毛巾和一支针剂。顾先生，这是 Alpha 抑制剂，您今天状态有点差，抑制剂是一定要打的。现在您家里有人照顾吗？没有的话那我就进来了。顾英本想拒绝，但腺体的酸胀涌上来，鬼使神差的没有拒绝。不用换鞋，你直接进来吧。江江唇角勾起一个愉悦的笑，那打扰了。进来后看到客厅沙发上的被褥，犹豫了下，坐在单独的小沙发上，拿出小袋子里面装的抑制剂，低头细致的开包装。顾先生您先坐下吧，我帮您准备。顾英坐在离他最远的沙发上，意识有些昏沉，不由自主的看向正前方忙碌的江江。他穿着家居服，袒露白皙纤细的脖颈，隐约能看到低头时露出的紧弧度。江江准备好之后抬头看向顾英，突然发现那人似乎一直静静看着自己，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抿唇笑了笑，现在可以吗？
顾英垂眸嗯了一声，却没有动。江江站起身走到他身后，他身上有不太明显的玫瑰味道，大概是没有收好的信息素。屋内太安静，江江站在身后没有发出声音。顾英扭头看向用手心捂着针剂的他，江江猛了下，有些稚气，啊了一声：“您是困了吗？还是不舒服？”顾英喉结滚动，垂眸：“为什么要这样做？”江江眨眼笑道：“如果直接打的话会很凉，痛感也会很严重，这样稍微用手心捂一下会舒服很多。”然后用指尖按住他的后颈，微凉的指尖让顾英僵了一下。他一向不喜与人亲近，后颈更是没被人碰过。江江似乎低头靠近了他的后颈，温热的呼吸喷洒着。顾英的手攥紧喉结滚动，一时没出声。江江轻声道：“还好吗？会不会痛？”声音在寂静昏沉的夜里极为温柔缱绻。顾英垂眸看向自己的手指，良久道：“不会。”后颈被温热的掌心蹭了蹭，接着是江江像是哄小孩的声音：“好了，收拾好东西，把用完的针剂放进自己带来的小袋子里。您家里有食材吗？我帮您做个饭。”话音未落就被顾英打断：“叫我名字。”江江愣了一下，仰头看向他，弯着唇角轻轻叫了一声他的名字：“那我帮你做个饭。”其实顾英原本想要拒绝，但出乎意料点头同意。江江跟着他去厨房，看了看空空如也的冰箱，最后找出挂面、西红柿和鸡蛋做了个面。江江在厨房做饭，顾英倚靠在门框上，看着他把没用过的厨具摆列好，这场面似乎有了几分温馨。江江找出一个拉面碗，把面盛进去，还握了一个荷包蛋，撒上葱花。身后传来顾英的声音：“我来。”顾英人高腿长几步就到了餐桌前，把面碗放下，又回了厨房。江江看着没什么事，便打算离开，反正好感度今天刷够了，他也困了，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到厨房门口跟顾英打了声招呼：“顾先生，那我先走了，你先吃吧。”吃完后厨房有洗碗机，顾英刚拿出碗的手顿了下，没挽留，放下东西送他出门。江江歪头看着他笑：“这是对您信息素的谢礼。”顾英站在门口一直看着他上电梯，电梯显示在26楼停下才回去。江江站在房门口，敏锐的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劲，打开门，傅简似乎刚回来，身上带着酒气，目光有些不太清明，皱眉看向江江：“你怎么才回来，还穿着家里的衣服？”江江垂眸，眼下厌烦，声调温柔：“刚刚去扔垃圾了，我给你热点暖胃的汤。”傅简眼睑有些红，眉舒展开。江江立刻离满身酒气的他远远的，也懒得再像刚才一样做面，直接把剩下的鲫鱼汤随便热了热，懒得刷碗，私下看了眼，拿过喂流浪狗的盆盛了一勺端给傅简。反正这男人喝醉第二天也不记得事。傅简捧着狗盆喝着，不知道是不是喝醉开始发现良心了，觉得自己出轨，对不起青梅竹马的老婆。江江对不起。然后他不由自主地顿了下，呢喃：“怎么好像有 alpha 信息素的味道？”还没说完就被江江堵住：“没有，他还没嫌他身上 omega 信息素这么浓呢。”然后看他喝完便回了主卧，没管已经在沙发上睡着的傅简。另一边顾英吃完面又重新坐回沙发，就听见滴的解锁门声，他皱眉看向门口，一个沾着酒气的身影有些踉跄的进来，啪嗒一声打开了大灯，全屋都亮堂起来。顾英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白离顿时僵在原地，下意识地开口：“你怎么在这里？”他慌乱的手足无措解释：“我在老夫人那边收到朋友聚会邀请，就去跟他们聚了个餐。你怎么来这边？是不是一杆气要到了？正要靠近我们临时标记一下吧。”顾英淡淡道：“不用了。”白离顿时全身一僵，没想到顾英会直接拒绝，面上有些难堪：“你生气我以后就不跟朋友们晚上出去聚会。”顾英捏了捏眉心，没有生气，他只是认为没必要插手对方的事情，而且他现在确实不需要信息素的安抚，可能是那人身上的信息素的味道，加上抑制剂打得及时，这次的一杆七竟然没有很难挨。白离大约是喝了些酒，加上今日被吓到，有些一惊一乍。如果你不喜欢就直接说，没必要这样对我。顾英实在不知道怎么哄人，也没有哄人的心思，本来还算愉悦的心情完全被打乱。他皱眉：“我没有不喜欢，也没有生气，即使是订婚后你也是自由的独立人格，我确实是在一杆七，但已经打过抑制剂了。”说完直接站起身，拿起自己的西装外套：“这样说的话你能明白吗？”白离眼眶都红了，嘴唇嗫嚅着。顾英朝他点点头，提步带上门离开。白离呆呆地看着顾英离开的背影，心中一瞬间慌乱极了。他有种预感，这次顾英离开后便会永远失去他，踉跄着朝门口扑过去，抖着手打开门，门口却早已经没了人影。他捂住脸啜泣出声，终于忍不住拿出手机拨通傅简的电话。傅简被电话声吵醒，披上衣服打算出门：“你现在在哪？我去找你。”站起身出门时，主卧的房门打开，江江披着睡袍，睡眼惺忪：“你要出去吗？”傅简顿了一下：“公司里有急事，必须要我过去一趟。”江江揉了揉眼睛，更添几分勾人：“必须要现在吗？外边在下大雨，你还喝了酒，要不然我开车送你过去。”两人信息素匹配度很高，更不用提江江目前还处于 omega 最脆弱的时期，玫瑰味总是不由自主的扩散。傅简下意识避开他的眼睛：“不用，我打个车去就可以。”江江靠近他，抱了抱，笑得很温柔：“那你早点回来。”然后注视着傅简愧疚地走出门，唇角勾起一个愉悦的弧度，慢条斯理地走进书房，拿出傅简的电脑，打开，用 U 盘把里面自己的舞蹈视频导出来备份。他要开始干正事了，他要让白离把不属于他的一切都还回来。在原著中，白离用的就是原主的视频，一开始有粉丝问是不是他，白离没有否认，因此所有人都认为跳舞的就是他。而那个时期原主和傅简的感情已经摇摇欲坠，等傅简跟白离的事情完全暴露后，原主几乎陷入崩溃，情绪十分不稳定，早已经顾不上白离偷他视频的事情。但在江江看来，这就是白离在吃人血馒头，居然还装得那么无辜单纯，白莲花样。他先打开新网看了一眼，按照记忆中的白名称搜索，果不其然，第一个就是白离的账号。他点开账号主页和里面发布的视频，发现白离倒是有点东西。他一开始发视频就穿着宽松古装，又是逆光，十分有氛围。后边最新的视频是江江穿着古装不露脸的跳舞视频，如果不是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几乎辨认不出换了人。尤其是最新的一条浏览量已经上了1000万，对于不算大众的舞蹈视频已经算是爆火。在这条视频中，青年穿着白色的长衫，长发腰肢柔软，分明是清冷金贵的扮相，却在那下腰和睫毛颤抖，莫名让人品出几分暧昧的欲来。正是这份反差让这个小众的视频爆火，而且就算是后来白离被邀请
请上综艺，也总是在复原这个视频。可以说这个视频造就后来火上热搜的百里。江江唇角带着微妙的笑，注册了一个新网号，取名叫江江，从自己的舞蹈视频里面挑了一个下腰动作发布。555期的撅嘴，宿主美人这个主角也太恶毒了，竟然还偷您的视频去发，真过分。我们现在就曝光他的行径。江江轻轻摇头，关上电脑，把 U 盘放到主卧的床头柜里，然后把戒指戴在了无名指上。现在还不到时间，等白梨真的火出圈登上综艺的那一刻，我们再曝光不是会更有意思吗？555双眼发光，宿主美人你好聪明啊！第二天上午，江江自然的起床，收拾下楼，开车去上班。在这个世界，原主的身份是大学的舞蹈教授，工作不是很忙，一周只有4、5节课，所以大部分才用在了自己的情趣爱好，或者研究如何做一个合格的 Omega 妻子。下课后便开车去了真耀大厦的舞蹈室，舞蹈室开在底上，练舞室外面是巨大的玻璃窗，窗外是绿色的草地，风景雅致。于是当顾英的车停在舞蹈室外，看到的就是清冷的长发 Omega 挽起发丝，半跪在地上，指点一个梳着包包头的小姑娘。那小姑娘估计是很喜欢他，迈着小短腿踮起脚尖，啪叽一声亲在了青年的脸颊上。青年微微一愣，羞涩的笑了一下。旁边跟着顾英来凑热闹的陆金啧啧称奇，这谁呀？长得也太犯规了吧，这个长相天菜呀，五官清冷，还是长发，而且哄小孩，我的天啊，我要恋爱了，甚至连我们的孩子叫什么名字都想好了。顾英淡淡的扫了他一眼就你，陆金扭头看了他几眼，连美人都快顾不得追了。毕竟顾英一向高岭之花，追求者几乎没断过，但这家伙就是不心动，就连他毕业后家里给安排的联姻都没拒绝，他都觉得顾英结婚是个任务。陆金诧异看他，不是我以前这样你也没吐槽我呀，今儿怎么还说了？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你不会是终于开荤，开始对这些事儿感兴趣了吧？顾英皱眉看了他一眼，闭嘴。陆金笑呵呵的调侃，干嘛这么护着呀，连说都不让说。顾英没理他，直接开门下车。陆金虎视眈眈的看向助理，助理满头冷汗，不敢透露老板消息，毕竟昨晚那两人是一起离开的，且早上上班时他隐约感受到老板的变化，但他当然不敢多嘴，只能大笑。陆金没瓜吃悻悻的去找顾英，顺便要一下那位舞蹈老师的联系方式。等他快走几步到了舞蹈室，突然发现顾英刚好跟那位老师在对话。那位清冷的 Omega 有些诧异看着顾英，手中还揽着小小一只的小姑娘，而一向眼高于顶，必有 Omega 如蛇蝎的顾英，竟跟那个清冷 Omega 聊起天来。那 Omega 笑得很温柔，跟对面穿着西装的高大 Alpha 比起来，很有几分骨架小巧的体型差。陆金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等拍完才发现那几个人纷纷扭头看向他，他尬笑，那个啥，这里风景挺好，夕阳还挺漂亮。顾英扫了他一眼没吭声，江江弯了弯眸子，这里视野很好，我刚刚也说要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呢。陆金感觉自己这次是真的要心动了，轻咳两声靠近江江，蹲下身子看向他怀里的小人，我是圆圆的干舅舅，您就是圆圆的老师吧？能加个联系方式吗？江江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开口，顾英淡淡的道去吃个饭，说完就朝江江伸手，江江下意识的把手放进他的掌心，一拽两人站起身，小姑娘大眼睛眨呀眨，十分机灵，朝着最温柔香香的江江伸手，圆圆腿好痛，要抱抱才好。江江笑了笑，十分纵容小孩，好啊，那老师抱着圆圆好不好啊？圆圆重重的点头，还没等江江弯腰，顾英就直接拎着小孩抱进怀里，圆圆脸被按在男人冷硬的西装外套上，圆圆一脸懵，江江有些疑惑，顾先生我来抱着圆圆吧。顾英提步朝前走，他很重，圆圆听懂了，顿时小嘴一撇，啪嗒啪嗒的掉眼泪，舅舅坏，舅舅才重。江江快走几步轻声呼，圆圆不重，超级可爱，不哭了好吗？圆圆小美女，他声音温柔，伸手勾了勾圆圆的下巴，圆圆这个颜控盯着江江笑起来，好乖呀，圆圆宝宝，他笑得很温柔，在顾英的角度能看见他翘起来的睫毛以及嫣红的唇，在这一刻分明江江是圣洁母性温柔的，他脑海中不可控制涌上说不出来的欲念，要玩就玩一把大的。顾英抱着小孩，江江清冷圣洁仰着头看向顾英，两人对视像是要接吻一样。陆金下意识地喊了句顾英，在两人看过来时尴尬地清了清嗓子，还不是说去吃饭吗？我都快饿死了。两人似乎被惊醒，顾英继续看向江江，江江缓过神后倏地垂眸，耳根慢慢红了。良久，还是陆金咳嗽了两声，开口问吃什么。江江眼睫微颤，被齿轻咬下唇，看向被顾英抱着的圆圆，轻声问圆圆想吃什么呀？圆圆眨巴着歪头看向江江，江江哥哥耳朵红红哒，他年纪小又喜欢香香还温柔的江老师。说完弯着月牙眼笑的咯咯的，还朝着江江伸手要抱抱。江江也喜欢乖乖的圆圆，伸手捏了捏圆圆的指尖，可以啊。这次顾英没有吭声，直接抱着圆圆朝前走。江江愣了一下，忙提步跟上去，只剩陆金又一次被遗忘在原地。他狐疑的看着走在前面的三人，高大的 Alpha 气势强硬，抱着跟他眉眼有几分相似可爱的小孩，纤细清冷的 Omega 落后几步，眉眼弯弯的看着被男人抱着的小孩，完全就是一家人出行的模样。陆金啧了一声，摇头笑笑，觉得不可能。他耸肩快步跟了上去，几人直接到了常去的餐厅咬院。咬院是圈里一个太子爷开的，主打的是预约制菜，又少又贵，但环境清幽，在市中心，开车10分钟的时间。迈巴赫停在一家小胡同里，几人下车，一个穿着低调的年轻男人笑着迎了上来，拍了拍陆金的肩膀，又朝顾英点点头。今儿老陈刚研究了道淮扬菜，你们可是来对了。年轻男人朝着圆圆笑了笑，又看向江江，他知道顾英前段时间订婚的事儿，但订婚的是白家的那个他也见过。那今天这两人距离微妙，几乎是让 Omega 陪在了身边。如果要说是那种关系也不像。陈俊也没为难自己，看向江江问道：“您看着有点眼生事。”话音刚落，一道低沉的男声就从侧上方到江江，这可就有意思了。没有说身份，直接说名字，还是一向话少的顾英开的口。不管有没有别的关系，陈俊心里都把江江的地位朝上提了提。他跟江江握了握手，
还为此专门问了问江江的口味。等都进去安顿好，才下去安排厨房。陆金似笑非笑，还得是跟着咱们顾总，以前陈少什么时候亲自迎出来过呀？顾英淡淡的扫了一眼，没理他。菜的口味不是很合江江的爱好，他象征性的尝了尝。养院服务好，还专门有人来照顾小孩，但圆圆估计是认生，一直拉着小脸不开心的含着泪水。陆金在跟顾英说最近市中心新开的楼盘，皱着眉有点为难手中的招标。前段时间上边跟我说这块地段好，8号线地铁又要开通，临环那边又在跟我抢投标，但是要吃下来手头流动资金确实不够。顾英漫不经心的摇了摇头。这几天有省博专家去勘验，说是宋朝古墓。陆金倒吸一口冷气，举起酒杯一口闷，谢了兄弟，差点被套牢。两人聊的都是正事。江江打开手机看了一眼上面的消息，皱了下眉放下手机，看向含着泪水的圆圆抱抱。圆圆看到江江顿时笑了，摁点头，整个人窝进江江的怀里，脸上都是小奶标，握了一口江江的脸，香香亲亲。江江弯起眸子低头亲了亲他的眼皮，圆圆好乖。突然耳边寂静愣了一下，抬头发现陆金和顾英两人都在看他，他有点尴尬，是我跟圆圆打扰你们了吗？我带圆圆出去逛逛。说完站起身牵起圆圆的小手，刚吃完饭我带圆圆去消消食。顾英点头，一大一小的背影消失在包间里。陆金唉声叹气，太可惜了。顾英低头看向杯中清酒，没有理会他。可惜江江这么好看一个大美人，脾气好还有气质，这么适合当老婆，怎么就结婚了呢？顾英手中的瓷杯滚到地毯上，陆金狐疑的看向他，你怎么了？今天酒不好喝？那你也没必要直接扔吧。你说到底是哪个男的这么好运，竟然能骗江江当老婆？顾英垂眸看着滚落到地上的酒杯，心想确实好运，你怎么知道？陆金啧了一声，江江刚刚跟咱们来吃饭，中途发了不少消息，吃饭途中也看了几次手机，肯定是在跟老公汇报啊。这么好看的老婆人，老公查岗很能理解，尤其是圆圆跟江江还玩得那么好，那温柔劲儿估计是准备要小孩了。最重要的是你没看见江江无名指上的戒指。顾英看向被新换上的清酒，良久才嗯了一声。陆金也没注意到他的反应，继续唉声叹气，也不知道哪个男人那么幸运。然后眼珠子一转，你说要是我用点手段，让江老师跟她丈夫离婚怎么样？她越想越有意思，这样我给那个幸运的男人补偿点钱，再好好的跟江老师过日子，说不定你就要有干儿子了，哈哈哈。说着抬起头就跟顾英沉沉的目光对视，顿时一愣。顾英五官本来就凌厉到俊美，平日气势逼人，大部分人都注意不到她的长相，但此刻顾英直勾勾的盯着人时，会让人有种从心底里升起的寒意。陆金下意识想要说点什么，但下一瞬顾英的视线就转开，接着站起身朝外走。你去干什么？顾英拿着手帕擦拭着指尖酒气，漫不经心。洗手间。陆金愣愣的哦了一声，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不是咱们包厢就有洗手间啊，你还去外边？话还没说完，顾英已经走到了门口，侧身余光扫了他一眼，声音很轻，以后不要让我听到你开这种玩笑。话毕开门走了。陆金愣了，总感觉像是知道了点不该知道的事儿。几人来咬院时，刚刚傍晚，此刻已经夜幕降临，连廊流水，哗哗的水声在假山上响起。连廊尽头是洗手间，江江带着圆圆洗完手，刚要牵着圆圆的手回去，就碰到一群满身酒气的客人。那些客人穿着潮流，年轻又张扬，站在最前面的青年还挑染了一缕云色，戴着耳钉，高挑又清秀。他本来要朝洗手间走，视线却饶有兴趣的停在江江的身上。你叫什么名字？他身后熙熙攘攘聊天打闹的声音停了一下，接着7、8个青年看向被头搭讪的人。这个Omega清冷金贵，却穿着舒适慵懒，弯着腰跟一个小孩在说话。适才侧过头来看了一眼，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样的一张脸？几乎像是传说中勾人的精怪。美人似乎有些茫然，轻轻的应了一声，这一声又让不少人轻吸一口气。轻灵灵的声音却很轻，像是奇异勾人气质一样。青年眼中的笑意更深，朝前走了几步，半蹲下身子自报家门：我姓夏，可以交个朋友吗？他拿出手机打开二维码，你明天有时间吗？明天是七夕约人的意思，简直不要太明显。江江抿了抿唇，有些手足无措，抱着圆圆的手紧了紧，抱歉，可能不太方便。旁边有个凑热闹的青年道：这可是我们夏哥美人，你识趣点。夏琳打断了这人的话，看向江江抱着的小孩，叔叔带你去吃冰淇淋。江江礼貌地扯出一个笑拒绝，抱起圆圆想要离开，但是旁边那些看热闹挡住了他的路，不着急嘛，聊两句再回去。这些纨绔子弟看着他眼生，知道不是那些熟识家中的人，便不足为惧。夏琳倒是挺平静，没有逼迫人，只是想交个朋友，我没别的意思，只是看你挺投缘的，以后可以交流交流。江江眉头轻蹙看向他，我已经结婚了。夏琳挑眉，结婚也没关系。江江无法拿出手机递给夏琳，两人加了联系。夏琳倒是说到做到，加完就没有再纠缠，只是说要互送一节。江江朝着他弯了弯眸子，只是几分钟的路。夏琳看向他手中的小姑娘，我帮你抱着她。这小姑娘看着圆圆乎乎的挺重，突然一声低沉的声音传入两人耳中，两人下意识地看向连廊转角，一个穿着大衣的男人慢条斯理地走近，男人只是平淡地瞥了一眼夏琳，继而看向江江，上下扫视了一遍，确认没受伤，才伸手问也没问，接过江江手中的圆圆，在他身边站定，沉声道走。这个字是陈述句。江江点了点头，刚跟在男人身后走了2步，就听夏琳扬声，顾哥好久不见。闻言，顾英才顿了下，看向夏琳点头，打算离开。夏琳看向两人问道，顾哥这是你的人？江江刚想解释，但话未说完就被顾英打断。顾英没回夏琳的疑问，直接停下，偏头看向江江还不走。江江眼睫微颤，抬头跟顾英对视，空气几乎寂静下来。顾英腿长，走的步子也快，江江快步小跑才能跟得上。圆圆磕磕巴巴的道，舅舅舅舅坏。顾英扫了小胖姑娘一眼，把圆圆吓得哼哼唧唧坏坏。顾英垂眸一瞬，不知道想了些什么，猛地停下步子，后边的人躲闪不及，倏地轻呼一声撞到他后背上。江江有些手足无措，后退了几步，抿唇无奈的看向顾英，顾先生您在生气吗？此话一出，顾英愣了，
自己为什么生气，有什么资格生气？但那种瘀滞于心的感觉，确实他在不悦。但明明两人才认识几天，见过几年，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圆圆舞蹈老师，他没有资格生气。他垂眸沉声，没有你想多了，我只是觉得你今天是跟着我来的，我有义务照顾好你。江江抿唇笑了笑，没吭声。顾英看到他那副分明出挑却好欺负、柔软好拿捏模样，皱眉，脚步一转，直接带着人朝门外走。我先送你回去。江江有些狐疑，但是也没多问，很顺从。这副模样却让顾英眉眼压得更低了。两人走到门口，司机等在旁边给几人打开了车门，两人上车，没人说话，只不过行驶了一会儿，圆圆便打着小鼾声睡着。江江声音很轻，看向现在还在车上回工作邮件的顾英，今天麻烦您了，现在还有不舒服吗？顾英回邮件的手顿了下，声音淡淡，还好，抑制剂的副作用有点多，您要是有反应的话，要及时去看医生。顾英冷沉的脸色缓和了几分，刚想说些什么，手机响了2声，是江江的手机。他抱歉地看向顾英，接通了电话，声音很轻很柔和，是跟平时说话时候的柔和不一样的温柔。我还在外边跟学生的家长一起吃个饭，今天帮杨老师带的课。他笑了2声，好了，我还有10几分钟就回去，你在家等着我好不好？那边似乎说了有些暧昧的话，江江有些尴尬，耳根红了，小心翼翼地看了顾英一眼，才声音很轻道，我也想你的。电话挂断，车厢内又恢复了寂静。顾英垂下眸子，江江轻呼一口气看向他，顾先生，您刚才想对我说些什么吗？顾英声音很冷，倒没有，脸色更冷了。等到了小区附近，江江声音很轻地对着司机道，您好，麻烦能在小区门口停一下吗？我有东西要买，在那放下就可以。车在药店门口停下，江江下车走进药店，司机犹豫地看向顾英，顾先生，我们现在走吗？还是等江先生回来后？顾英没应声，只是闭上眼捏了捏眉心。司机明白了顾英的意思，安安静静地熄火等人。过了10分钟，人才出现在门口，大概是没想到顾英会等他，愣了一下才快步上车。江江带着点喘息，顾先生太麻烦您了。他因为小跑几步，发丝有些凌乱，一缕发丝散在眉眼前，让他屹立的眉眼添上几分朦胧，桃花眼也含笑，嫣红饱满的唇在月光下愈发诱人，微张着仰脸看人时似乎在讨吻，让人想捏着他的下巴狠狠地咬下去撕咬他的唇。大概是出了些汗，溢出几分性激素的味道，让顾英下意识想要探究他的后颈。喉结滚动，垂眸和江江对视，这个 made 那么的诱人，又是如此的柔软可期，像是一只愚蠢美丽的小羊羔，对着所有会对他下手的 alpha 咩咩叫，让人想要占有和摧毁。他冷冷的开口，你总是这样吗？江江猛了，下意识的问道什么？顾英薄唇微起，总是这样，分明已经有了 alpha， 但在外边仍旧跟 alpha 接触。但说完他就皱了下眉，有点少见的后悔。下一瞬他就眼睁睁的看着江江眼眶倏地红了，像是羞愧极了，眼睫微颤，水光氤氲在他的眸中。顾英愣了一下，皱眉偏头，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听见江江带着点鼻音仍旧轻软的声音，抱歉顾先生，大概是我给您带来了困扰，以后我会注意与您保持距离的。车厢内的空气一时寂静，良久，江江才听见男人沉声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江江抿唇，没有像以前一样看着顾英，而是垂眸低声，我明白，您不用担心。说完之后，他像是想起来点什么，低头打开手中的纸袋，从里面掏出一管药膏，犹豫了一下后又放回去。顾英皱眉盯着他，悟的开口是什么？江江愣了一下，总算是抬头看向男人。顾英声音更沉了几分，视线看向他的手，要给我吗？江江被齿轻咬下唇，有些犹豫，过了一阵儿才轻轻呼出一口气，不是您误会了。他把手中的纸袋封好，轻声解释，我的丈夫手指划破了我买的药膏而已。他喉结滚动，大概是有些说不出口，低头看向手中的纸袋，侧脸弧度清冷又温，您不必担心，我知道您怕我纠缠，我只是照顾人照顾惯了，不是想要，毕竟都是成年人，谁都能从顾英这几次见面的衣着以及出行的阵仗中窥探出几分。顾英的身份非富即贵，这样的天之骄子，从出生到现在一定是被无数人捧着长大的，被无数人追逐。江江喘了一口气，像是要伪装难堪般，弯起指节把头发勾到耳后，到了顾先生，我先下去。他像是最后鼓起勇气般，仰头抿唇朝顾英笑了笑，露出一点小鱼窝，谢谢您这几天的照顾，像是在告别。不知道为何顾英有一种预感，若是今日放走他，两人以后就会永远不再相见。他的心有些乱，虽然不明白原因，但仍旧遵从本心，下意识地攥住江江的手腕，沉声道江江。江江有些茫然地回头，两人对视，顾英的眼尾狭长，直勾勾地看人时，有种被凶兽盯住的毛骨悚然感。他面无表情地沉声，手指划破需要用性激素安抚膏吗？顾名思义，性激素安抚膏是用于 alpha 易感期的药物，主要是防止 alpha 打完抑制剂后皮肤应激过敏，一般只有结婚的很精细的 omega 才会给丈夫准备。江江有些慌乱，不是？顾英淡淡地看着他，是给我的吗？江江呼出一口气，负隅抵抗失败，最终还是小声的道对。顾英伸手，江江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打开纸袋，拿出那支药膏放在他的手掌心，给您，大概是照顾人的习惯，忍不住细细叮嘱，随后又拿出一包棉签，你先擦一点在手上看看会不会过敏。顾英点头。江江说完，两人又陷入沉默。他笑了笑，那我走了，拿起纸袋打开车门，这次顾英没有阻止，迈巴赫的窗户无声的落下，男人静静地看着江江走进单元门，过了一会儿才沉声道开车。555蹦出来，开开心心的跳。宿主美人你好厉害啊，攻略目标的好感值上升到60了。江江挑眉，60的好感值几乎可以说是已经有喜欢的感情在了，似乎只是对顾英稍微关心了一点而已。升得这么快吗？垂眸轻轻的嗯了一声。电梯到了门口，他输入密码进门，就听见客厅传出来的声音，进门换鞋走到客厅，看到傅简时眉眼都温柔下来。今天你回来的好早，没有加班吗？傅简点头。江江桃花眼弯弯走向沙发上的傅简，顺手放下纸袋坐在他身旁。真好，今天跟那个家长吃饭时，我朝厨师问了问那道西湖醋鱼的做法，还想着做给你吃，但是今天没有买鱼。他面孔白皙，脖梗纤细，挺鼻红唇，淡淡时分明是清冷的高岭之花，但只要一笑，清冷气息全都揉成了温柔，连傅简都不能免俗，心中既愧疚又怜爱，忍不住揽住江江朝自己怀里一压。我在外边吃过了。江江眨了眨眼，耳根有些红。那明天我再给你做吧。轻咳2声，偎在傅简怀里。明天是周6，你晚上有饭局吗？傅简正在职场上升期，好多时间都要赴饭局。江江一向体谅他，
其实明天是白离约他去隔壁市逛古镇。傅简皱了下眉，最终不知为何，目光移向他的耳根。有时间明天我带你去隔壁古镇逛一逛。江江桃花眼瞪大，带着期待和惊喜。好呀，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呀？他有些小心翼翼的担忧。傅简心间一软，白离单纯活泼，出身尊贵，但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了自己的想法不顾他人。而江江却是最温柔体贴，跟白离几乎是天壤之别。他低头时看见江江的颈侧，你打抑制剂了。江江后颈有一个小小的针眼，周围一片肌肤都青了，一看就知道是做了些什么。江江下意识的捂住那一块。昨天你跟同事聚餐，我怕打扰你们，就先回来打抑制剂。抿唇有些羞涩的笑，没关系，偶尔1次2次而已。而且下个月我的发情期和你的易感期刚好在一个时间段。他抿唇垂眸，眼睫微颤就可以，未尽之意十分明显。Alpha 与 Omega 易感发情凑一起，深度结合永远标记，每对新婚夫妻都会这样选。傅简顿了一下，目光游移，想到了白离昨晚泪眼抹撒的想要吻他，说要他的标记，但是又看向怀里全然依赖着他的江江。本来该今天说的分手在咽喉不上不下，甚至还约了明日的共游。顾英拿着资料回家时，发现白离已经回来了。他拿着药膏的手顿了一下，朝着白离点了下头，径直进了客卧，没有注意到白离有些僵硬的神色。关上门，把手中的药膏放到桌子上。等洗完澡回来后，打算继续回邮件，余光却注意到那管药膏，顿了一下，才突然发现后颈的不适，似乎只是针尖一点的痛感。屏幕中的邮件许久没有更新，骨节分明的手最终还是拿起那管药膏。打开药膏的时候，发现阻力很小。顾英垂眸看向被打开的药膏，眉眼微动。药膏内部封存的锡箔纸被打开过，不知为何他鬼使神差的升起一个念头，药膏应该是江江打开的，没有任何缘由的这样想。他拿出手机发出一条消息，等发完之后才皱眉打算撤回，但另一边就像是随时在玩手机，几乎秒回。